我们看到卫冕冠军 IG 也是无奈的挠挠头，最后一波团战由方布拉斯拿下。随着 IG 在 S9 的止步4强，网络上对于辅助宝蓝的口诛笔伐也比往年更加猛烈。经历了去年夺冠后宝蓝的各种花式操作，无论是贴吧、微博还是 B 站，宝蓝风评被害似乎已成定局。我也感觉那个 B 有点送宝蓝，铺天盖地的名场面和失误 GIF 图扑面而来，似乎给人一种病友局玩家混迹在职业赛场的错愕感。甚至打开知乎输入宝蓝后，弹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IG 辅助宝蓝真的像网上说的那么菜吗？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深入公主的厨房，去探究一下宝蓝的下饭之谜。在讨论一个职业玩家之前，首先我们得建立一个实力对比的坐标系，且将讨论都维持在这个范畴内，否则任何结论都毫无意义。比如我说宝蓝菜，你说宝蓝打得比我好，我上我不行，将宝蓝放置到一个普通玩家的坐标系里，这就没意思了。毕竟他是一个职业选手，他比我强和他比其他职业选手菜是完全的两码事。所以建立正确的坐标系是我们蓝学家研究宝蓝下饭之谜的第一步。坐标系的建立需要正确的参照物，队员的定位肯定是要与队伍的定位相匹配的。那么这就得说回 IG 了。在 IG 进入到完全体时期后， S8 夺冠， S9 4强，那么毫无疑问这是世界级强队才能达到的高度和成绩。那么 IG 队伍的目标最起码也是得进入世界赛吧。所以队伍的目标是世界赛，那么对应宝蓝的坐标系也应该是同为世界赛的参赛选手。我们应该以一个世界级队伍的辅助的要求来看待宝蓝。许多玩家看宝蓝大部分都是从宝蓝的操作出发的，空巢老人、滑步捕龙、蓝里奥经典3连，但这些在我看来并不能完全去评判一个职业选手的真实水平。Faker 的3只手闪现撞墙，抖音币的加里奥没有及时施法，辣香老师的啤酒人肉弹冲击，所以仅凭一些下饭操作来证明宝蓝菜是不对的，或者说不完全正确。其实除开操作外，宝蓝最让人感觉他很菜的原因是他经常给人一种你到底在干嘛的违和感。那本来嘛，选手本身操作下饭是很正常的，谁家餐厅不开张？但是像宝蓝那样经常性下饭，而且操作失误外还给人一种很迷的感觉，那肯定不单单是操作的原因。所以要读懂宝蓝打比赛时给人那种巨大的违和感，必须得从宝蓝的游戏理解开始说起。宝蓝曾经在 S4 时期在贴吧分享过这样一段话：团战开启第一时间别被 AOE 轰炸死，尽量找安全的地方再进行控制。你只要没有团战第一时间死亡，就是你的控制个人秀。再结合其他的发言，诸如在队友挂光前尽量别挂，除非需要 AD 收割，否则不会比 AD 先死。而最近的直播发言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你们为什么会觉得一个没有技能的辅助站在别人的攻击范围里，别人会优先打辅助而不是先打 AD 呢？你的攻击范围里有辅助和 AD， 你会先打辅助吗？那你不是脑子有水吗？重点是你有没有技能限制他，而不是说你站不站在那个旁边啊？你站旁边有锤子用，你 A 一下20点血，谁屌你啊？可以看出，从 S4 时期至 S9， 宝蓝整体的游戏思路并未有很大的改变，即在保证自己存活的情况下，看清楚局势，再通过控制技能的释放来 carry 队伍。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下路对线遭到 gank 的时候，宝蓝的求生欲远比一般的辅助要强烈得多，因为只有先不死才能保证后续的控制个人秀。他总会下意识的先考虑自己的存活和逃跑路线，再考虑保护 AD。所以我相信宝蓝并不是主观上想卖 AD， 而是他的游戏理解。毕竟只有活着才能考虑反打，才能考虑个人控制秀。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怕死型辅助。同时大家仔细观察宝蓝的第一视角的话，可以发现宝蓝也极少去观察队友的情况，而当对方下路组合进攻欲望强烈的时候，他就更加无法分心了，即切屏习惯和能力远低于其他冠军辅助。我将宝蓝对照本届新晋冠军辅助刘青松，可以明显对比出，在游戏的对局过程中，刘青松哪怕是正常对线的情况下，在切屏观察局势的频率上远高于宝蓝。
而对比小宝，在这场与格里芬的比赛里，可以看到这波中野在河道已经开始接触，但小宝第一时间并没有切屏去观察，也没有第一时间去走位支援，而是等到队伍决定包抄后才开始行动，可以说是错失良机。最后的结局就是包忍者反被包，导致 Jake Love 被击杀。这就是由于切屏的习惯并不够好，当队友发现战机的时候，宝蓝是无法同步获得这个信息的，显得非常的后知后觉，所以常常呈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逛街。操作的失误，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看得出来，但在我看来，宝蓝的操作比顶尖辅助最大的差距在于，他几乎不会去做出格的操作，比如牛头 Q 闪预判，一旦没有预判到，就会显得很瓜皮。而在比赛中，小宝的技能释放就突出一个词：朴实。举个例子 ，S8 决赛里，小宝牛头的一波抓人，在上一轮 gank 中，刀妹与牛头是同步交闪的。这轮实际上完全可以 W 跟，然后 Q 闪留人，但小宝并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尝试，直接一个2连就结束了这波 gank。这并非是小宝菜不会预判什么的，事实上小宝在自己的直播里还是经常做一些很漂亮的预判操作的。哎，可以预判，再预判，好预判。那问题的结症在哪儿呢？答案就是心态了。许多玩家总会觉得职业选手的操作很菜，我上我也行。其实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是大部分选手在操作上出现很明显的失误，那基本上都是心态问题。毕竟 rank 的压力值和比赛的压力值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连 Rookie 这样的老油条都会出现冒买装备的失误，而宝蓝也并非阿水这样大心脏的选手，害怕背锅，害怕被秀，于是操作上总是选择最朴实的技能释放，哪怕对方躲了技能，也能解释为对面都闪了或者走位好。游戏理解让小宝本身就比较不愿意冒险，而心态上又让他不敢做激进的操作尝试，结果就是各种操作失误或者莫名其妙的技能释放，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宝蓝闪现的时机。在队友表现亮眼时，你会发现宝蓝很急于去证明，这波我是有作用的，而这样的心理让他许多情况会交一些莫名其妙的闪现，所以水子哥 rank 里碰到辅助闪现失误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在暗示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他这个闪现我是真没看，没事，习惯了。那我们再看看这组镜头，格里芬对战 IG 的第2场，由于兵线开始往自己塔下推，所以落当着泰坦的面放下了一个假眼，以防盲僧在兵线推过来的时候埋伏。而此时，由于宝蓝的泰坦失误，没有立马用 AWA 配合阿水排掉这个眼，而后出现了这样一幕。宝蓝十分纠结是否要使用真眼去排掉这个假眼，而这个思考过程整整用去了15秒。这个小镜头的意义不仅仅是告诉大家他 AWA 操作失误，而是侧面看出他特别的不自信，因为这个身上的针眼只有一个，而这个针眼在前期对于视野的作用是很大的，他无法很确信用这个针眼去弥补自己的失误是对还是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宝蓝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判断，或者说有了判断他也不敢很确信他自己的判断是对的还是错的，他希望等队友反馈给他，告诉他你这波可以开，你开好了就能赢。但问题也就在这儿，队友判断能打，再通过语音告诉宝蓝，这个过程放在比赛中起码也需要1到2秒了，而机会很容易就稍纵即逝了。所以宝蓝大部分表现不错，能够开展他的控制个人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乱局或者残局里的后手入场，因为这时候团战需要考虑的点已经不多了，而当队伍需要打破僵局的时候，需要处理更多的细节，宝蓝就会显得很犹豫，而这犹豫就会成为 IG 的突破口。那么宝蓝难道真的是一无是处吗？那肯定不是的。宝蓝发挥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信息量来支撑他做出判断。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对方的站位人员已经确定了，队友告诉他这波我们可以接团了，也就是双方基本上进入明牌模式的时候，宝蓝就可以发挥他的个人控制秀了。比如这波牛头的绕后，就是宝蓝已经将敌方全员的信息基本了然于心，同时队友给的信号也让他充满了信心，那么他操作马上就会果断起来，他不需要担心自己队伍的输出问题，他只要创造了环境，3个 C 位都有 carry 比赛的能力。而反过来，当视野被压制，信息不全，队友不给反馈，那么小宝马上就会化身小宝。所以到这里就要说到最后一点，那就是 IG 的视野问题。宝蓝跟 IG 之间最大的问题，既是视野问题，也是野辅联动问题。过去 IG 在巅峰期的时候，3线的对线实力都极强，大部分情况下中上总能掌握线权，此时就不需要进入视野的争夺这个环节了，而是基本上都在很激烈的干架。而在一直打架对方的位置、状态这些基本的信息的收集，反而就变得很容易了。而宝蓝在这样的情况下，缺点就被掩盖到了。但随着 Rookie 对线压制力的下降，IG 本身的野辅联动做得又很差，
这里说一下，很多人把野辅一起去抓人就叫做野辅联动，其实不是这样。野辅联动的核心关键是辅助与打野带着目的性抱团做事，包括入侵野区、视野压制、提前在资源点埋伏和做视野，而抓人只是其中一部分。我拿 FunPlus 的野辅联动做一个参照，在与 G2 的对战里，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每局的前10分钟，只要小天出现在下半野区，刘青松几乎都会离开线上，跟他共同去做视野或者找对方打野的位置，甚至去做人肉野来保护野区的安全。而 IG 很少通过野辅联动去主动建立优势，大部分联动都是宁被入侵后叫人过来协防自己的野区，野辅主动进攻敌方野区的行为几乎没有，所以很多时候就出现了宝蓝一个人去做野，然后掉头，对方就将宝蓝的视野扫空了。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只能做3个野加1针眼，所以视野的布置不能只靠插眼，也需要防止对面轻松的排眼。而一个辅助是不可能守得住视野的，所以野辅抱团的行动越多，能守住的眼就越多，视野也就越安全，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而 Rookie 的对线压制力比起 S8 下滑了不少，当中野没有优势 ，IG 就失去了打开局面的能力。所以大家经常看 IG 比赛的话，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当 Rookie 的对线打出优势后 ，IG 就自然会有连绵不断的进攻节奏。而 Rookie 对线很不舒服的话，那么 IG 进攻基本就僵化了，自然而然宁王就开始下棋，宝蓝就开始下饭。而最具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与 FunPlus 的生死战里，FunPlus 和 IG 在互相猜中对方行动的前提下，我觉得他会进我们红，他们肯定想换野区，他们是那个天使加欧拉夫，他们能知道我进去，他们觉得我们肯定会进的，他们一定会进，一定会进。由于 IG 的下意识里是不考虑宝蓝在内的，所以 IG 预想的3v3变成了4v3，直接导致 IG 的前期崩盘。所以宝蓝虽然在整个世界赛插眼数和排眼数都高于刘青松，但 FunPlus 的视野却远远比 IG 要舒服和安全。这就是 IG 缺乏野辅联动导致的后续视野不足和宝蓝隐身的连锁反应。总结一下：第一，游戏理解让宝蓝比较怕死；第二，心态不好导致操作变形；第三，不够自信的决策让宝蓝犹豫容易白给；第四，队伍的结构让宝蓝发挥的空间更加艰难。所谓偶尔下厨不尴尬，一直下饭才被骂。当然讲到这里，很多妈妈粉会觉得 UP 主故意在黑小宝，会大热天冷得发抖。但 UP 主想说，我并非刻意的去针对小宝，我觉得吧，打得好就夸，打不好就找出问题来。我属于那种既希望未来宝蓝继续打出一些搞笑操作来丰富整个赛事的趣味度，又希望他发挥出色，为 IG 和 LPL 拿下更多的荣誉，所以还是比较纠结的。好啦，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啦，本视频所有观点仅供参考，欢迎大家一起讨论。我是袁某人，如果你看了视频觉得不错的话，麻烦3连支持一下 UP 主，拜托了。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吧。